Hello， 今天非常高兴带着我的2个女儿录这期的陪看。这个是我的大女儿，然后呢，坐在画外的是我的小女儿。因为我之前要是追也是追那种，就是大学的那种，但是我第一次追这种全熟恋人全熟恋人，没有我想象中的会比较无聊啊啥。妈仔怎么会无聊呢？就是他们干的一些事情，就是每一集看到结尾都特别期待下一集更新。妈妈有跟你剧透吗？我不需要他跟我剧透，他每天现在激动的跟我分享，然后分享着就剧透了。10年之前，我大女儿和我小女儿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家。10年过去了，我们3个人还是一个小小的家。其实这个回忆还是尘封了很久，看片子可能会有一些回忆吧。人生故事今天晚上就开始了。你们女生做综艺，你们都比较暖和嘛。你妈怎么一下子就坐到中间？因为中间有个火炉，你知道吗？故事分享即将开始，现在请共同推选第1位分享者。哇，好可爱啊！2个小姑娘，好萌啊！米达，这是我们买的床板。对着镜头说我们要搬家啦！哦，又要搬家了。我们那时候经常搬家。你还记得10年前，我们从有2层楼的房子搬出来，然后搬到那个很小的那个家，上下铺吧。哦，对，你跟妹妹有一个上下铺，但是你们后来其实大部分的晚上都是跟我挤在我的那张床上。每天出了去，姐姐上小学要迟到，晚上就骂我，因为我比较拖拉。是谁骂你？我吗？姐姐。啊！我每天就是我拉着妹妹先送你到学校，然后我再抱着妹妹去坐公交车到幼儿园，我再去上班。就是我记忆犹深的是一次，我真的很怕迟到嘛，我先送完你，然后有一次抱着妹妹去追公交车的时候，因为公交车是不可能等我们的，然后我就拉着她，然后我们2个就全部摔倒了。后来我就抱起你妹妹，就是冲上了那辆车。那个时候我就觉得。你妹妹真的还是挺懂事的。有哪个节点是显示我懂事？不是，就是你也没有哭，就是因为我们2个都摔倒了，就是那一次。看似光鲜亮丽、衣食无忧的我的前半生，就此翻页。升级打怪的我的后半生就开始了。你看，你小时候一边打工，然后还要一边你小时候离婚的官司，一份工作接着一份工作的做。那个时候我妈妈来上海看我，然后说你一个人带着2个娃打那么多份工，你怎么还像没事人一样笑嘻嘻的？怎么说呢？因为我是孩子的小环境，就是我为了他们，我得保持我最好的一个状态。那些年，甚至到现在，就是我最常和2个女儿说的话就是妈妈在。哎呦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这个时候实在没忍住，就是其实当时那个时候，你们还记得吗？就是我们家里面我还一直挂着全家福的照片，其实是不太希望你们觉得我们家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故。只知道搬家了，然后家变小，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觉，就是感觉换了个地方。当时会比较奇怪，有时候家里怎么只剩下3个人？对，就是然后有时候就爸爸只有隔一段时间才会过来给我辅导作业啥，或者是把我接出去到另一个房子里面检查作业。这个就是大房子的时候啊，对。我们跳舞。当时离婚的时候，因为有2个小孩嘛，按惯例就是1人1个，妹妹是判给我的。我相信姐姐在很多年对这件事情是一直会耿耿于怀的，因为我觉得她潜意识会觉得，妈妈怎么不要我？好了，跟姐姐说再见了。说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你在那笑儿呢？我看他腿在笑。
因为当时妹妹还小，但是你其实已经有一定的年龄了，我们是应该好好的跟你说一下发生了什么，而不是就让你莫名其妙的就去承担这样的局面。以前的话，跟我爸爸去住了以后，然后就感觉，或者可能感觉有点突然吧，然后就不太知道为啥。分开那些年没有特别亲，就因为平时不在一起嘛。对。然后我有时候打电话给他，可能，家里就说他在做作业，然后就是不让他来接电话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会中午跑到他学校去，就是请班主任让他下来。对，我记得。就是我就经常跟他在保安时间，就我可能当时初中的时候，跟我朋友说这些事可能会就自己比较敏感，但是我后来长大以后就也不会刻意去想。然后他们呢，因为都比较单纯，就是很小的时候，我记得同学来家里面，他还问同学说，我要回去了，因为爸爸要那个烧饭了，就喊我回去。然后他当时就说啊，你爸住在你家的，就是那个时候大概小学1年级嘛，就是会比较天真嘛。然后我们家妹妹也不太那个，我记得她那个时候小时候在学校经常问同学说，哎，我是单一家庭，你是吗？确实，我觉得我们作为成年人，缺乏就是好好的跟小孩子去沟通这件事。可能我们当时太把他们当小孩子。感觉其实就是比较像正常妈妈的样子吧，但是就是不是那种完全家庭主妇的，工作也挺注重的，陪我的也挺多的，就感觉均衡比较好。因为她之前是在酒店做可能就是管理什么的吧，然后她也会把我带过去，然后就让酒店可能一些叔叔阿姨比较闲下来陪我玩，然后我妈闲下来回来看我。对，我还带她去北京出差，参加各种活动什么的。她就像我小助理一样，就是一直帮我背着电脑。其实妹妹在这些年真的，她在很多时候真的像小助理一样，就是帮我做很多事情的。会听完她的那些遭遇，就真的挺惊讶的。而且她看似一个娇小，看到她的坚强，深知这个人的背景和真正她能打开她的心扉跟你去畅想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些共鸣和那些想给她更多关爱的这种主动性就油然而发。好。哇，这张照片是在香港陪我2个儿子去看演唱会。朋友聚会其实有的时候让我去，我死我也不去，因为都是在下雪时间高峰期。因为我觉得是这样，只有在车里能见到他们。孩子呢是没有错的，他没有的选择，但是我们能用孩子的角度去关爱孩子，让孩子的童年就是最后可以说的，我有一个好爸爸，我有一个好妈妈，我就值了。看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俩见面那天？我说我是因为看了你相册，最后那个杯子把我给戳动的。我也买了一个那个杯子，我准备哪一天，如果像看书一样，就是成为一个那么好妈妈的时候，我准备打开给自己用。我不是很记得。他们很小就会经常给我写信，然后上面都会有很暖的一些那个。姐姐是随时随地可以给我，她知道我吃菠萝，她只要进便利店，她就会给我买新鲜的菠萝。然后我们家妹妹很小的时候就会送我项链，她可能知道我爱美。9块9。我支付不起其他的。然后去年给我买了一个手机，我那天晚上我就觉得，我一定要就是做得更好。哎呦，我的天妈，我的妈！丢了，不好意思，哭到掉睫毛。就是他们在10年前那么小的时候，其实就属于我带他们一起去吃饭，他们最后看着盘子里的最后一块红烧肉。那时候他7岁，他4岁，他们就会说：“妈妈，你再吃1块吧。”很照顾。这次因为女儿，我在人生半百的时候，
又叛逆了一次。我们都一样，我们都一样。他打消我所有的顾虑，走出舒适区来参加节目。于是，我坐在了这里，和你们在一起。谢谢，谢谢。女儿永远是爸爸的小情人，是吗？他在发表什么点评啊？话多，废话多。为自己鼓掌吧。好，致敬我们了不起的前半生，还有我们的重生，我们的勇敢。哦，对，蝴蝶，对，你看他也有蝴蝶，哎，你没有带。就是今年他生日的时候，我也给了他同款的戒指，然后在戒圈里面刻了 "It's sunny now"， 天晴了那个意思。对，我就记得，就是我跟他们住的2年，我半夜就是看到蟑螂，然后说，就把蟑螂当蝴蝶吧。所以我也希望，就是我女儿可以比较乐观和那个的，去度过有一些不那么容易的人生的时刻吧。那我觉得我可以依旧就是把我妈妈刻给我的那句话再送给她，就是 It's sunny now。不要委屈自己了，我觉得还是要把自己优先一下吧。我还是希望他把他自己当回事儿一点吧。我挺把自己优先的呀。哎呦，我的睫毛。我其实觉得这个节目挺好的，这节目就是我留给你们的电子遗书，知道吧？万一我有哪天不在了，你们想我，哇，这个是你妈妈的很好看的一个时刻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你就可以反复看，就是你记忆中的，就是摸一下红的啊，摸一下红的，什么摸一下红的？摸一下红的，晦气啊，不晦气，那有啥晦气？不是。今天的话陪看就录到这里了，然后期待下一期的节目。就实在不好意思，我怎么又开始哭了？打开腾讯视频看日落时分说爱你，每周4、周5看正片，周6看惊喜加更，更多甜蜜时刻等你发现。每周日、周1陪看正片，超多内容想不停。所以这是我送给你，我送给你。不是按照我爸爸的名字吗？什么？就是我自己起个姓。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。我的梦想是跟王老师一起开着粉色小轿跑，去青罗看洱海。那上去拿的时候，你心里慌吗？我慌是差点摔了。真假？真假？腾讯视频 TV 版、极光 TV 同步播出，大屏观看更沉浸，畅享极致视听体验。关注腾讯视频 SVIP 微信公众号，获取更多追剧资讯，领取专属优惠。现在开通 SVIP 即可享受内容抢先看、大屏观影等特权。腾讯视频 Jump 卡、年轻人专属会员、享亲临现场等10大权益。关注腾讯视频 VIP 官方账号，最新会员权益、福利资讯抢先知。感谢合作伙伴丽丽城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。